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大家好。好，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在美国访问，那所掀起了大家的讨论潮，你知道，就是国民党主席现场来宾应该都经历过这么多国民党党主席，那应该没有国民党党主席到了美国以后有私人飞机啦，所有这样一些的排场。2028，那郑丽文真的有起心动念吗？那当然，国民党党中央也有发一个声明，然后跟你讲说，没有，他那篇词是讲整个政党希望拿回执政权。当然，对郑丽文来讲的话，2026、2028这两仗到底会是怎么样？对国民党其他大家一直在讨论，譬如说卢秀燕市长、韩国瑜院长、甚或蒋万市长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事呢？好，那这当然牵涉到了2026这一仗，那甚或有人开始在盘点这一仗对各自阵营目前看起来大概输赢的场面可能会是怎么样？但是对今天来讲的话，今天很多的人大概会关心的就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那不是出了一本书吗？那这本书当然你除了看到说他今天新书发表以外，更重要一点是这里面的内容引起了很多人，譬如说时代力量的一些朋友，包括你看到卓冠廷因为他的太太洪慈庸在这里被写，冠廷直接出来对抗。你也看到吴峥在礼拜三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面，你很少看到吴峥会这么生气。好，那但是今天黄昌也直接针对这些做出了他的回应。他针对这个内容被指控是不是有不实啊？所有这些他怎么回应的？让你听一下。来，其实我觉得政治不外乎人性。那对于被刻意这样子的扭曲我只能够说，我非常的遗憾。我向来的立场是，对于过去一起努力的同志，我都不会口出恶言。在书中所呈现的，全部都是客观的事实。那对于卓冠廷先生刻意的拿这种事情扭曲事实来发动政治攻击，我只能够说非常的遗憾。这种私密的事情外人怎么可能会知道细节？那讲的根本完全都不是事实。我在书里面所呈现的都是客观的事实，现在突然出来进行这样子的政治攻击，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你知道，昨天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现场要请教几位资深的媒体，因为大家都跑过这么久的一些，不管经历过这么多政治人物，有出书的，有所有这些。然后我问大家，就是说黄昌对于被攻击的这些，他会有什么样一些回应？当然，很多现场来宾都讲说，希望他在二刷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有做一些更正啊？因为事实大家看到是那样。我讲说会吗？黄昌会吗？没有，今天要回应啦。他告诉你，他根据的都是客观事实，然后反而他说卓冠廷在发动政治攻击。我们从陈水扁的时候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香蕉干与电冰箱，政治人物出书，后面确确实实有一段时间要选举的时候，就一定要出书，帮助人家跟他一个拉近。那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呢，政治人物的这些书呢，其实销路也不好了。除了到了韩国瑜的时候，月亮跟着兔子走，对不对？那一本书卖得好一点。其实政治人物在选举时候出书，基本上你都知道，那就是文宣的一环。但是这不能理解的是，你黄国昌又没有要选举，你这个时候出这个书干什么呢？但是你会看到他出这个书的时候，全部的再重新的在解释10几年前太阳花这件事情，其实你就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个目的。首先另外一个我要补充一件事情，我以前跟金石手像张万高这些教授也很熟。不管怎样，或者是过去有一些政治人物退休以后要写回忆录，通常我们都不碰。不管你是口述历史，或者是回忆录，尤其是进食所对于口述历史之严格，因为坦白讲，在这种过程中很少会呈现出来的叫做客观的事实。
通常都是主观的记忆，所以其实黄国昌讲客观的事实也没什么说服力。那你刚刚就讲说，那卓冠廷啊、吴峥他们这些人都健在吧，都很好。不是，串下你讲到一个重点，他书里面讲的人几乎都健在。对啊，就是大家这些事情，而且现在什么时代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不管说影像啦，或者所有这些都历历在目，不是吗？是啊，可是这点东西对于台湾的现代的政治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它要向光而行嘛。哦，那个光是什么光？台湾的光现在是多元的，离红灯一样各种的光彩。那向光而行里面很重要一点是，在台湾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是一个高度分歧、歧义化的社会。就算你讲的，那每个人会站出来反驳，可是那种是分众传播。分众传播之下，一样的是太阳花运动各自表述。他只要讲给不是那些像吴峥啊、卓冠廷他们支持者的那一群，他是给一个讨厌他们那一群的人听。我在那一群的时候，我才是主导者，他们其实都是沾光者。只有我是当时的发光体。那这个发光体要向光是向给谁呢？因为现在就要往前走嘛。那往前走的话，过去这2年。柯文哲那个光已经要熄灭，那新的光在哪里？新的光不是国民党哦，是郑丽文的国民党，是要跟郑丽文的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现在的一个结构也是老化的。那国民党这个结构里面是那个所谓的战后婴儿潮，或者是要像我们这种团块世代，也就开始老化了。那下面那一块国民党是空的嘛？我们看李四川的民调就完全清楚嘛。可是这里面太阳花世代。当时其实就在那个连带里面，其实也是有分歧的。那黄国昌去拿那个非卓冠廷、非吴峥、非洪慈庸这个人，另外一群人，他在拿一个解释权。那这个钱是什么？就是嫁妆嘛，就是2028的嫁妆嘛。所以你会看到黄国昌在做这个铺陈，所以你会去理解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不是候选人的候选人。在这个时候要出书，就算你签约了，你也不需要大张旗鼓，也可以说这个书，其实坦白讲，版税或者是停止出版也没有损失太多。为什么再出来？其实就是黄国昌已经要向光而行，而这个光就是2028他心目中希望的那个光。这整件事情，当然你说这本书里面，那为什么会引起包括时代力量，或是好，你说尤其是冠廷，因为这牵扯到他的太太啦，所有相关的这些会这么样的气。刚才放那段影片的过程的时候，黄昌讲几个，第一个，那他尤其对以前的战友。以前一起努力过的人绝对不会口出恶言，然后他讲所有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上公，我就直接问一下，你那个表情、那个动作，你差点从桌子上翻到椅子上面，翻到椅子下面，为什么？你完全没办法认同这样一些事吗？这几天他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是都记得，没有忘记。但这几天大家都在网络上也看到上公，你那时候在讲到，包括一立修，包括所有这些事情，对黄国昌来讲。你再讲一次，他一直说他讲的叫客观事实。你今天看到媒体问这个的时候，他重复了800次，告诉你叫客观事实。用主观的意念讲述客观的事实。因为那1月8号那一天，请问一下，身为党主席的黄国昌，你们的新闻稿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不是客观事实了。所以当时你当党主席发出来1月8号，2018年1月8号6点多发出来的，说驱离的过程当中等等，那新闻稿不是事实哦。那你的书是客观事实，你当党主席发出来的新闻稿不是客观事实吗？第一个，第二个，他所谓不恶言攻击，但是一本书里面。把大家写成什么样子？那个新潮流的，那个他说你们是帮派，他在书中写不是去那个林姓大佬的家里面说是帮派嘛？那是在提名前哦，就说他宣布参选前哦，我们要不要看一下他宣布参选后怎么说的？我坐高铁碰到赖清德，赖清德一定要我选，请问赖清德哪一个派系？新潮流啊！郑文灿的幕僚也跟我这样说，郑文灿也透过幕僚跟我这样说。请问郑文灿哪一个的？新潮流。还有一句话，好几位新潮流的朋友都支持我。现在新潮流变帮派了，
还有居检，他有没有说那个林俊宪也支持他？没有新潮流嘛，没有，他漏掉菊姐。哦，居检，他2015年7月自己讲的话，然后你去检视他过去讲的话，跟他书里面写的，奇怪，你怎么感觉都不懂？请问一下，你说的话跟你书上写的都不起来，那哪一个是客观事实？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客观事实啊。我的确这些东西，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走过必留下痕迹。全部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查看有没有这件事。当然上网看看有没有这件事啊。然后一例一休，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看那个那一段那一个，他说姚伦多载他回来请注意啊，他所有的对答是加引号哦。当然上网看看有没有这件事啊。然后一例一休，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看那个那一段那一个，他说姚伦多载他回来请注意啊，他所有的对答是加引号哦。对啊，引号是什么意思？原文你讲的原文。那我就很好奇咯，这原文怎么来的？录音吗？录音吗？两个人在车上，对不起，在姚伦多的车上哦，不是在黄国昌的车上哦。姚伦多真的很命苦啊，要来立法院接他，谈完了以后还要从官邸把他送回立法院，然后跟蔡英文、跟黄崇彦他们劝蔡英文不要，蔡英文也不听，还是要见。然后到最后，姚伦多背了一身腥。他是用引号哦。那我就怀疑，你能不能告诉我引号怎么来的？不要告诉我你记忆力很好啊，2016你现在是202610年出书，我被号称记忆力好的吧，我也记不得可以用引号啊，我也没办法用引号啊。但他用的是引号哦。引号哦，你知道引号用很多哦，那个看虚构小说的时候，很多对话都用引号了。我不晓得那个引号怎么来的啦。好，那姚伦多对黄国昌，我当然知道他是很火大的，很火大的啦。因为就说白一点的话，姚伦多当天黄崇彦2016年12月出来证实说有3个人嘛，就蔡英文、黄国昌、姚伦多嘛，姚伦多全程在场嘛。你也不能这样演吧？蔡英文几乎被那个黄国昌说服了。电话拿起来要打给那一个当时民进党中央的政策会执行长，你们新潮流的段宜康，当时也是立委哦。那个电话拿起来要拨号嘞，谁跟那个蔡英文说总统，我知道你为难不必了，不是你黄国昌吗？就隔一天回头转过去，说什么？民众党民进党无耻。然后这是蔡英文你所领导的新国会吗？蔡英文出来说，你在官邸，蔡英文被你说服了，要打电话给段宜康，你叫他不用了。隔一天出来骂蔡英文。为什么那一段会出来？很多人看不下去了嘛。我就说姚伦多倒霉嘛，那载你来接你来送你，结果到最后全程目睹。所以我知道姚伦多是超不爽的啦。姚伦多超不爽，当然还有一个人也超不爽了，当时反对不要见的人，当时反对蔡英文不要见了，那个谁黄崇彦了。所以那一天我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林俊宪跟我坐我旁边啊。我有问过林俊宪一个问题啊，你们去见蔡英文的时候有没有车子来接送？他回了一句话：自己去呀。所以你就看到蔡英文当时对黄国昌的态度，结果真的没想到，隔一天在立法院是演这一场。所以你说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你记得当时被揭露的时候，他还说啊，我个人的我没有跟党团报告啊，怎么样，那是我个人的去见蔡英文啊，怎么样？隔没多久变成说，你看我是被下限制，不能讲话，怎么样？哈，这全部都有影片，都有记录的哦，全部都有影片，都有记录的哦。然后后面苏家全，找了王金平在议场后面，好，柯建铭也在。苏家全是要问王金平说，过去有没有例子？就当初在一例一休要送出去的时候，国民党在底下喊反对，结果没有表决，主席硬是把他送出去，所以他产生了议事的问题嘛。苏家全问王金平说，以前过去有没有这个例子？如果有的话，当时是怎么处理的？那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苏家全是接王金平的院长嘛。2016年他当院长1年都还不到所以他在询问王金平过去的经验意见，结果砰门一推开来，就看到黄国昌在里面拍，你们密室协商，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啊，请问一下，你太阳花2014年3月26号跟萧旭晨见面的时候，怎么不讲呢？你跟蔡英文见面，事先为什么都不跟党团说我要去跟蔡英文见面呢？也不说啊。要不是媒体揭露，他也不说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骂别人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上公刚刚讲的这些，观众朋友听了以后，把你拉回到那几段过去发生的事。金黄他就很现实来讲嘛，黄鸿昌他也跟你讲这些都有以前的留下来的，不管是文字记录或是影片啊。他说他只是还原事实啊，那为什么你们有人要发动政治攻击啊？然后你听完这个以后，但是来宾都会把相关资料，像这2天我们节目来宾包括黄鸿昌在当时他自己的脸书发的文章，对，里面讲到就那天在凯达格兰大道抗争的那些，大家把这拿出来，那也有不起诉处分书也可以看啊，很多的资料，但为什么？对。到黄鸿昌口中，他跟你讲呢，不起诉书太简略，那对，没有写出他的心路历程，没有写出这些嘛，是因为这样吗？不是，不好意思，不起诉处分书一定不会写这个啦。对啊，我第一次听到不起诉处分书的这个内容是需要写上心路历程的，然后这好像不是他的必要条件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不起诉处分书写得很清楚，是在这个2018年的1月8号1月8号、1月9号，他那一天早上啦，就4点18分左右，就那个时间是4个人，包括徐永明、黄国昌、洪慈庸、林长佐4个人，他们是一起然后被举牌，然后到后来驱离所以等于说这4个人到4月18号到4点18分的时候，都仍然是有在现场，这是不起诉处分书的内容。然后呢，再加上了这个我们叫这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啦。刚刚义夫哥讲了一大段那个时候的回忆，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回忆啦。只是说他听到的回忆可能你们听到的跟姚人多那一段啦，我们当时接触到很多都是黄国昌这一段所以呢，所以这一段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明明这个礼拜一啦，因为其实你去注意他发动这个比较大的动作抗争是1月5号，是礼拜5的时候。礼拜5的时候呢，那也很有趣徐永明跟黄国昌等于说事先没有告诉时代力量其他的几位立法委员的情况之下，礼拜5早上党团会马上下定，就是说下令大家就是要用激烈的方式，所以呢那一天就用铁链把立法院把它锁起来。礼拜5早上，党团会马上下定，就是说下令大家就是要用激烈的方式，所以呢那一天就用铁链把立法院把它锁起来，然后呢当天呢晚上10点左右就决定要去做静坐啦。那静坐又嫌说静坐的方式呢，这个他们自己有一个群组啦，然后这个没有 Freddy 没有洪慈庸在里面是黄国昌他们跟其他人的然后被嫌说这个静坐的动作会不会不够大啦，会被人家看。
所以呢决定再加绝食2个字上去，所以就变成静坐绝食，绝食静坐，好。就被加码了哦。以洪慈庸跟高露的身体状况呢，那个情况下要进急诊是非常正常的啦。但青黄这件事情，你看黄国昌今天的回应，对他直接告诉你是这个，他就讲说，好，他讲冠廷在发动什么政治攻击，他只能够说非常遗憾，这种私密的事情，外人怎么可能会知道细节？林亮君讲说，黄国昌你知道。那包括冠廷啦，包括那个吴峥，他们都有讲说，大家都知道那件事，只是大家不要讲嘛。这件事情，尤其一般来讲，你说对于有小产的事啦，或什么，对女性朋友来讲，身体啦或者各方面一定有很大影响，更何况那种天气。但黄国昌现在就一句话告诉你，这种私密的事，他怎么可能会知道？但你会发现他用一个字，他说怎么可能会知道细节？我不知道细节是细到什么程度。还是你只要知道他有小产，就应该要顾到人家的身体在那个时候，还是你需要知道多细的一个状况？这个我就可以解释了啦，就因为当时这整个抗争的过程里面，有一则新闻特别发出来，就是洪慈庸说我没有流产，那小草呢这几天呢？专门挑了这一则新闻，再拿来大做文章，说洪慈庸都说自己没有流产，没有怀孕，没有怀孕，没有怀孕，好，这个要用字要精准，没有怀孕。那小草这几天就拿出来一直在做文章，说没有怀孕。那你要知道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传出来没有怀孕这几个用词啦？就是没有怀孕的用词，就是当时其实啦，就是在抗争的时候，当时时代力量党团里面。都有对于洪慈庸有没有怀孕，然后有没有身体的健康状况都有讨论，否则他为什么要进出医院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卓冠廷当时很紧张，一直打电话到台北来了，因为他当时人在台中啊。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身体这个一定有一些状况，然后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新闻出来。那这个新闻为什么说他没有怀孕？他没有，不管是没有怀孕的讲法，还是没有流产的讲法，他都只是要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洪慈庸的个人隐私身上，那是一个保护他的做法。是那个不是拿来作为说哦，现在在讲说洪慈庸当时说自己没有怀孕了，你们怎么会说他小产？这跟政治攻防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是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呢。就我们不会去议论到当事人的他身体的隐私，那是他身体的隐私。所以呢，这个他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呢？当时的时代力量的主席黄国昌知不知情？看他去医院，然后呢，看到高露去医院，对于这2个人去医院是什么状况，是什么原因，黄国昌知不知情？黄国昌当然是知情的嘛，怎么会不知情？他现在用细节2个字带过去而已嘛，这也是一种文字游戏啊。所以黄国昌当时知不知情？当然知情，只是他已经决定说要走比较激烈的抗争的方式。那个走比较激烈的抗争的方式哦，回想到当时啦，2018年1月5号到1月8号的时候。那个方式是很多支持黄国昌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呢。他觉得你太偏激了呢。因为一例一休的讨论呢，我们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哦。一例一休的讨论在经过2016年的下旬，一直到2017的时候，讨论已经够多了啦。就是对资方有什么冲击，对劳方有什么冲击，然后呢，发现哪些东西要调整，已经讨论的够多了啦。然后黄国昌是当时好像被有点被气到，觉得说民进党太二吧，所以我们1月5号才决定要采这么大规模的抗争，决定要把立法院议场锁起来吗？我告诉各位，不是啦。黄国昌当时已经是算过了啦。因为他当时已经看到说，这个在一例一休的议题上面，反正呢，这个对于那些所谓的比较希望这个比较进步派能够保护劳工这些价值的年轻人来讲，民进党在这个议题战场上面已经失分了啦。所以对黄国昌来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顺势这一块选票我就不客气的收下啦。不客气的收下，那当然就不管你讲什么我都要抗议啊！不管你跟我讲产业有什么样的状况需要调整，不管你跟我说实务上面中南部有很多那个劳工他就需要有一些弹性，让他能够上班弥补家用。你把它定死，每个礼拜都是2例假，现在叫一例一休，当时时代力量版本是要2例假，你每个礼拜都要跟他2例假，对于很多劳工来讲，他没办法接受，然后资方也没办法接受这个情况，当时时代力量这些立委知不知道？都知情，都已经知情了。只是对他们来讲，踩死在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他们认为啦，在网络上不满的年轻人这块选票，我们就收下了。所以当时黄国昌在友台录影前在书画间里面大大方方的跟友台的主持人，因为我人也在旁边说我们就顺势向左走，得罪一些金主也没有关系，我们就顺势向左走。那言下之意就是他已经想清楚，觉得选票以后我就是要切民进党偏进步价值的这一块，然后偏年轻人这一块，我们就切走了嘛。所以就是因为算完了，裁定好立场了。
所以当然后面不管你们讲什么，我就要把那个表现动作的把它演出来给大家看，做到最完整，而且强度要拉到最大。拉到最大才能证明决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在1月5号到1月8号的时候要有这场表演，因为再隔没有几天的时间，应该是再没有隔几天要表决了嘛，就是在针对那个劳基法的再修正嘛。然后所以当时黄国昌就是在那之前，他要把整个张力演到最大，表示我们非常挺劳工。但挺劳工挺到我们都绝食静坐抗议58个小时，58个小时完了，你就知道我们的诚意了。虽然到最后我们因为席次少啊，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我们就是很挺劳工，这是当时他要的舞台，所以他当时决定要这样做。所以不管蔡总统跟他讲什么，或是姚文多跟他讲什么，那都不是重点，因为他已经做了他要的事情了。可是问题在于说，后面他做的事情是在于2个争议，是在于一个他真的完全不管他的同志他的同事的身体状况。第二个是他做这决定的时候，他也没有跟他的同事沟通过，他为了他的舞台需要就直接这样干了。然后第三个他当时很多支持他的人呢，这个后来后悔包括那时候支持他很多这些中小企业家。那他当时的态度是后悔也没关系，因为他当时报道另外一群金主那这群金主呢有很多跟这个长辈的独派有关系，所以对他来讲，当时他就有恃无恐就因为我抓到了新的浮木了之后呢，这些旧的没有我就算了。但问题在于说，这让大家看到就是说他的中心思想在飘摆，然后他不是真的有一个很坚定要相信的价值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再回头再看当时的那一段的过程的时候呢，看了不胜唏嘘，有很多的感触啦。而这个感触最后我只讲就是说，看黄国昌从这个2016、2017一路到现在，就整整这个12年的时间黄国昌中间反复变化的议题这以后我们再讲，就发现这个反复的议题其实不止2、3个，其实有很多个啦。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因为他的这个反复让他失去了很多朋友。但更重要的是，看起来黄国昌跟柯文哲2个人在自恋、自负、自我中心这3件事情，2个是一模一样的。OK， 我们这里面军宪委员跟黄国昌算同事过。对 ，OK， 那我们讲政治人物人设很重要。黄国昌的人设是他在利用这样方式塑造自己的人设嘛？你看他这里面有写到，小英总统那时候跟他你们不要阻挡，然后他讲说民进党小英总统有5席不分区，他又讲说要给他们的不止1席 ，OK， 他秒拒绝，这感觉上就是富贵权势不能赢。然后讲到那一幕抗争的那个时候，一转身，然后发现人都不见了，就剩他一个人。然后呢，面对着权势，这是威武不能屈。他所有这些，但是这里头所有东西，你透过大家把所有以前的东西翻出来看，就会觉得，昨天邱明玉在我们节目里面讲的那句话，他说大家只是老了，不是死了。就是这些东西都还立不，大家都还很年轻啦，更何况是这样吗？所以这些东西拿出来检视，对黄国昌人设有什么帮助？昨天邱明玉在我们节目里面讲的那句话，他说大家只是老了，不是死了。就是这些东西都还立不，大家都还很年轻啦，更何况是这样吗？所以这些东西拿出来检视，对黄国昌人设有什么帮助？真的是创下一开始讲的，是为了塑造在未来2028向着那道光，然后有文昌帝君的出现吗？文昌帝君文昌辈不是吗？那个就政治人物出书都写自己都是要吹嘘啦，爱崩给龟啦，要把自己塑造成英雄，这样可以了。对你塑造，你不要伤别人嘛。那你去伤害别人，对啊，你去骂别人，而且你刚提的这些人都还在，那社会当然会反弹嘛。那黄国昌写这本书目的当然也就在此，他就塑造说呢，他跟广大的劳工站在一起，然后去对抗当时的权贵，那执政党小英政府。其实当年在审劳基法最精彩的那一幕是国昌假哭了，黄国昌那当时因为那一次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已经整个委员会延到晚上，那还有休息吃晚餐到晚上回来继续开会，然后时代力量就黄国昌带领5席就要冲撞主席台，
那我们就只好去挡嘛。昨天的同志今天要来挡你嘛。然后黄国昌看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会议停止下来，主席台没有办法攻下来，他就掩面哭泣。因为现场一团乱，那我们就离很近嘛。当时我的心里，旁边的立委同仁我们讲，就是说，哇，这个广戏班的，演歌仔戏的，妈都会很喜欢演戏哎，可是演技很差，一看就知道你 gay 号了。结果因为现场大乱，其实媒体也冲进来了，所以媒体也根本在旁边，你这样看也知道嘛结果底下 gay 不会底下号啊。那第二天我们的新闻记者有水准，每个人都写他假哭了，这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他要表达他强力的支持，2亿架。我先跟大家讲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重点，如果当年真的通过时代力量的黄国昌版本是2亿架，那今天台湾的经济会窒息而死，因为劳资就没有弹性的啦。有些劳工他想多赚钱加班，他需要缴房贷，他要养家里，小孩要上学，他也没这个机会了。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劳工都要假很多啦，有的人也希望有更多工作的时间嘛，那更不用说资方嘛。那他就假设劳工都是永远被迫害了。这个资方都是恶劣，都是欺负劳工了。那提那个2亿架，其实当时连国民党都不支持，只是因为民进党那远远过半嘛，所以国民党他们也害怕真的通过了。我们之前在聊，国民党的立委也说，你们不会放过放时代力量的版本通过吧？我说当然不会嘛。所以连黄国昌的时候都要办募款餐会他也是要跟老板要钱那些坐在主桌跟黄国昌坐在一起的那些企业老板也反对对，你可以在通过这个版本的，可是他要演他认为劳工比较多嘛，1000多万嘛，这样有选票嘛，所以他就越演越激烈了，所以他演后来不是他把立法院的门都堵起来，拿大锁就说，民进党冲进去嘛，冲进去以后他怎么下楼梯？他当时时代力量当时一位立委事后我有问他，你应该招一总统府，你说的拎枪你没了，那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嘛？黄国昌是党主席嘛，来总统府抗议，他们以为是到总统府抗议，可能就念个声明了指着总统府痛骂几声，结果想不到去凄风苦雨那天大寒流来，个落大雨，所有的记者都冲伊啦。因为黄国昌跟行较慢，也没有记者先搞，真的走路走很慢结果一到现场，哇不得了了，所有的记者都在那边了。这时候如果讲一讲骂一骂就解散，那就没菜对不对？这么好的一个舞台，所以就决定静坐。静坐落雨所以就临时乱搭一个棚了坐是要坐多久？他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还有后来。黄国昌就说要绝食我这一家里掏假爸，你给打个绝食，让出来了，那时间嘛，晚餐的时间到了，所以其他的同志，就黄国昌的同志时代力量立委都不知道说原来是要静坐绝食，要抗争整晚，那不让准备所以现在就一团乱嘛所以黄国昌就是这两个爱做秀爱演戏你如果往上爬。你牺牲出卖自己同志，踩在别人头上，那种马劲，那个写书，黄国昌说他没有口出恶言，现在你是没用嘴骂，哪里用写你敢骂，这个更阴险呐，所以这个当年这个劳基法真的这个审理过程也造成民进党跟时代力量的彻底分裂，为什么蔡英文对黄国昌这么礼遇？民进党全党都没在，我们也不能吃醋啦。你这样讲就是吃醋啦，对吧？大家嘛蔡英文当牛一样，对时代力量就好呀。那我不知道那一幕是不是真的假的，我没在现场。意思是说，刚那个上公讲的，蔡英文本来要打电话本来政策要回转，
哪那你黄国昌你嘛出卖劳工啊，对不对？蔡英文都要退让了，你要叫蔡英文公不用，是怎样？你演假的，他知道这个不能过了，这个过了不能转还，如果要转还的话。刚才讲的那个设定的前提就都没有了，对啊，要拿到比较偏左系的这些票都没有了，而且金主就翻脸啦，所以说他只是演一演啊，那你民进党不能真的退让，是这样子吗？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蔡英文都决定民进党要重新思考你黄国昌的版本，黄国昌反而不要。所以我是觉得政治人物写书可以了，那政治人物写的书，像创价移工其实都不看没有，我以前会看，现在不是为了我的脑细胞的健康。你写，就像我们刚讲的，吹嘘自己吧，除非像那个现在台南写的最好，主角是台南的美食、点心、小吃这本是我写的但不是写我自己，我写的都是台南对台点心较好讲，这种就鼓励大家看了。OK， 可是小平是对你们来讲，看到这个书引起这样一些的争议。那可是你看它里面有一些主轴，有人说你去看那里面跟蓝营之间的关系，好了，讲白话一点，有人就直接用捧蓝打绿尊科。对，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黄国昌在算计什么？一本书出来一定有他的目的跟道理吧？捧蓝打绿这个尊科他故意讲出一些，他当然知道这个卓冠廷他们这些人都还健在嘛对，大家都健在，都健在，就那个就是打绿嘛，他就要这样打才凸显我打绿嘛，他就是要写出来以后让你们大家跟我对干，让蓝的看着舒坦嘛。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对吧？打绿，而且这么辛辣，还有甚至还有什么小产这些事落跑这个张力元素才够嘛。讲一些普普通通的话，如何证明他打绿啊？这么辛辣，还有甚至还有什么小产这些事落跑这个张力元素才够嘛。讲一些普普通通的话，如何证明他打绿啊？很清楚吧？可是这样子，蓝营的支持者会觉得这样子看了会开心吗？深蓝很开心。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单纯讲深蓝，就是说蓝营也有浅蓝的支持者啦，所有这些，或是中间选民。你这样想好了，讲到小产这件事，讲到人家身体或什么，然后在那个时候的状况，如果还原成这样，蓝营的支持者中间选民会很生气，然后经济蓝、知识蓝不以为然。我这样讲，应该大概概念是这样子，这样谈嘛那可是深蓝会觉得，深蓝觉得说，只要打绿都好嘛。当然这个是有一些瑕疵的，但是开心就好，这个也重要嘛，是不是尊科捧蓝打绿尊科，捧蓝跟打绿这是一件事，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他搞这些事情嘛尊我们讲政治有两个轴 ，X 轴 Y 轴，X 轴跟 Y 轴就是时间跟空间。这个空间看起来黄国昌的逻辑都不会变，就是这个叫做捧蓝打绿尊科，可是时间轴会变，这个时间轴就是这个普通背信罪什么时候抓去关，柯文哲那就变了，我这个政治版就这样子嘛，这两个轴线。好，那重点是我分析一下，他为什么出这个书，一定有目的嘛？对啊，我现在就讲目的那会有几个政治的现象，大现象会发生第一个就黄国昌何去何从？第一个，民众党蓝化这个基本黄国昌现在主政，现在是因为官司如麻柯文哲，所以柯下而黄上。那几个柯的人被他弄掉了，柯还要强颜欢笑，还要配合黄，包含这个宝宝这些人，明明是他的人，蔡壁如是他的人，可是也还是说你一切这个军法严峻，你们不乱讲话，什么不让你选脏话，宝宝少啰嗦，你走了就不是我们的人。你知道，我相信柯的心情是痛苦的，因为有一点不得不臣服于像黄的淫威之下，有一点这个味道，我觉得他心里会怨。而且他怨什么？所以他出来骂蔡壁如的时候，他是含着泪骂。当然，当然是含泪骂嘛，当然是嘛。我要看嬉皮笑脸啊！不，含泪。我跟你讲他在想你们刚刚这个金黄也讲了，他是一个自恋自大这两个人嘛，这个黄自我中心，自我为中心，这种气是比一般人更忍不下去。柯文哲就这种事而且柯文哲不是谁喊呢？
柯文哲小草的票不会比小聪少，就他这个瘪三的没用了，我只能靠你了，然后对官司有一些帮助，我就忍了。不是他有他的力量，他分力一己。你还记得黄国昌讲过说，哎呀，年底的时候要改选主席，如果柯要的话就让给他，有没有？柯的形势没有太坏，那柯既然会选择忍耐啊，忍耐那卡到官司。第二个，黄国昌要干嘛？他的政治现象会不会他个人加入国民党？好，这那你觉得会不会？我觉得还要再观察。第三个更厉害的，那个张显耀跟吴敦义给他灵感。大家回忆一下哈，这个2008年是不是叫国青合并？那谈判者国民党就是秘书长这个吴敦义嘛，然后宋楚瑜全权委托张显耀做全权代表来谈判，这两个谈嘛，这个桥，罗淑也选这个，你选有没有？黄义交什么，大家都还记得。那会不会？我不要只加入国民党，蓝化是最基础的啦。那这个是轻度的，中度是我个人加入国民党，那最重度是我要模仿张显耀跟吴敦义，那叫做国民党跟民主党合并，变成一个党，民众党消失了。那还是叫国民党？怎么名称没关系，还是叫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不可以改名的，最多改成中华革命党、中华国民党。你不能可能有一个国民党就中信跟兄弟队合并那个混合在一起，不可能。我们就是国民党。然后他就等于消失了。他要席次，我觉得他的席次就是你挂国民党，但是部分区可以给你多少安全名单，甚至1-2个这个区域，我可不可以让你的人选？但政党推荐书是国民党，就当初的国青模式嘛，这样我认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好，那我讲他的想法，轻度、中度、重度，这是黄国昌的愿望嘛。可是不是世界上不是只有他在想，我们也可以想，柯文哲也可以想。我先讲柯文哲怎么想。柯文哲想，我靠，你要把我的党都把我并掉了，老子跟你拼了。那他怎么拼？好，我讲怎么拼，就是我柯文哲叫做柯医师跟228受难家属还魂，那叫台派优先，就是你这样弄哦，你要跟他和但民进党要不要他我再说，我没有办法去帮民进党讲话，可是我就是台派优先，然后这个台派这个胜利，台派抬头，我就变成回魂到我当初的意识形态，因为你。黄国昌这样弄我也可以这样做。那再回到国民党，黄国昌这样的跟我们合，我们可以选择轻度、中度、重度的合。可是我觉得，如果要跟我们合并的话，我们也不会太排斥那个排拒人家嘛，整个方向嘛。然后当然中间也要看柯跟黄怎么斗，还有柯的官司怎么样，黄的声望、民众党支持度。你看 TVBS 做这么比较偏蓝的一个民调公司做出来变10变8咯，民众党的民调，就对，它变成3-5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每天在变政治，你知道我们国民党也会出招嘛。我描述他的心里大概有这个想法啦。但东豪，那黄国昌不是自诩是战神吗？对啊，战神会接受我要跟你合并会变成这个样吗？战神不是应该带着自己的部队，就算打到一兵一卒，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理念往下打吗？不是应该是这样吗？现在看起来，可是黄国昌口中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他说看到郑丽文啦，看到徐巧芯啦，看到罗志强、王文这些，他觉得现在国民党跟以前不一样。这是在铺陈什么东西吗？这本书出来的那些内容引起了大家讨论，尤其还是回到那句话，当冠廷出来撕心裂肺的在讲到那段过程的时候，这些对黄国昌本来要诉求，我不知道他本来要诉求什么样目的，很难想象。可是这个出来以后，对他来讲会有帮助吗？但他到今天为止讲到那些内容，他没有任何要改口的他甚或直接说你们大家在发动政治攻击，他是个受害者的感觉。他本来就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有的朋友他们比我早认识黄国昌，有的人对他很相信，然后我是本来就不是很熟黄国昌，所以呢，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跑新闻的时候啊，我们也当过粉嘛哈，我也当过马迷嘛，然后也看过民进党。从那个党外时代的人一路看过来，然后看过街头，我自己有一个随时都在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在看到一场运动里面或者看到一个政治人物他喜欢用2件事情表现，一个是道德，一个呢是最进步。跟你讲，我最进步，我最前面，站在最前面的思想上。主张站在最前面那个人就是领航者嘛，就是 leader 嘛。好，然后呢，再这样站在道德的高度
高度跟纵深都有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因为啊，过去的经验啊，那个站在最前面那个喊冲的时候啊，后面的人冲了，他站在原地，他会站在原地。好，这个还是好的。黄国昌最让我叹为观止的地方是，他带领一群人往前冲啊，他自己忽然间180度转弯，所以跟着他的人往前冲了。但是他大转弯，他180度，他倒转，他不是倒退路哦。倒退路是开车的时候，倒退路是倒车，他不是，他是掉头。所以他跟他过去的那群人就分开了。好，那回过来看黄国昌，黄国昌的个性呢？台湾这几年政治人物有一些人哦是极端自恋，他自恋的程度是到地球要以我为中心。所以他不会在乎其他的。另外一个你在身上也可以看到是柯文哲，那他们两个很特别，都是太阳花的受益者。那你要怎么去跟他讲这些呢？他怎么会在乎？他不在乎啊。另外一个你在身上也可以看到是柯文哲。那他们两个很特别，都是太阳花的受益者。那你要怎么去跟他讲这些呢？他怎么会在乎？他不在乎啊。向光前行，向着镁光灯前行。然后我不同意创夏刚才讲，不是郑丽文，是习近平。你要知道，黄国昌是不会有老大的，黄国昌是不会有老大的。当他叫你老大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所以。加入台湾民众党时，他是谢谢柯主席。加入台湾民众党以后是喊老大，然后你就看到老大本来坐席位，上一次直播的是坐到旁边去了。所以你在看黄国昌这个人，你要记住，他这个人有很多特性啊。第一个，他是一个经常急转弯，他一急转弯、大转弯的时候呢，就会把过去的伙伴甩掉，然后会跟他讲说，他们都跑了。只有我一个人，我很孤独的守在这里。那为什么他会觉得他自己守在这里？因为全世界整个宇宙都以我为中心，所有人都绕着他转。当你跟不上他的速度的时候呢，自然就被他甩掉。那他会在乎那些细节吗？不在乎，他只在乎现在还有多少人跟着我。所以这本书原来应该是一个选举书，那反正都签约了嘛，这个还是会有来了，还是会有人会买嘛，对不对？那而且呢，它也经过干爹的包装，好吧，这个都是一系列的，从健身房啊，这是一系列的。那他只要有个5%就好了，因为国民党啊少不了他5%，好不好？那至于他会不会加入国民党，要看到时候党主席是谁。如果国民党依然是在郑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那么黄国昌成为国民党的议员指日可待。那如果要讲说国民党党主席是谁，因为郑丽文在2026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可能会不会影响到2028？那他会不会直攻2028，甚或党主席到那时候是不是还是他？那因为他在美国侨界讲的时候是讲说2026胜选以后，然后接下来就要大家为2028，然后希望能够拿到执政权。那后来国民党文传会讲说，那不是讲他自己，是讲说国民党政党希望能够拿到这些。可是所有这个2028的议题隐隐然就已经浮现上来了。现场光资深媒体人就3位，请问一下3位，那个国民党党主席出访侨界有私人飞机接送的吗？上过有吗？第一次吧，第一次，以前没有，都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民进党党主席好像也没有过吧？那是国内的政党主席到美国出访，然后只有这一次有私人飞机。所以你看，郑丽文在美国多受欢迎啊，对不对？8人坐的私人小飞机，有几个人坐过小飞机？而且不是小飞机？以前我们坐的都是螺旋桨机，你有没有坐过这一种8人的私人飞机？OK， 那建华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尤其那李乾隆还加了嘛，他的演讲在侨界引起了，就让多少人为之风靡。你依然会不会有一个感觉是当初大家在讲韩国瑜？
韩国瑜在那时候2018的那个旋风，如果你把那些他但是也没有坐到私人飞机对，那个也当然也没有。对，可是你把那个名字遮住，你会以为他讲的是韩国瑜当时那个风靡的状态。我觉得他的状况很特殊，很特殊，真的很特殊。好，虽然企业家私人小飞机我有坐过了，但是国民党党主席去坐私人飞机，这个显然是不是一般过去的他看到的惯例的。那郑丽文这次去这不属于一般看到的惯例，其实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这次去我发现郑丽文这次去呢，有几个部分铺陈出来，他跟其他人你看我们一路讲下来，不管是洪秀柱去美国也好，然后那个朱立伦去美国，侯友宜去美国，或是像卢秀燕去美国，这么多国民党的，包括韩国瑜去美国，你都没有看到跟郑丽文这次一样的状况。那有什么状况？第一个，去之前《华尔街日报》特别就送上一篇报道出来，这个待遇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第二个，郑丽文去了你知道那个剑门这个动作就大家把手杖拿起来搭成剑门这个动作，我查了资料认真查了一圈，国民党历任这么多任党主席赴美，我是他应该是第一个被用剑门这种高规格的这种方式去对待的。高规格是我把它画引号，为什么画引号你知道吗？因为在台湾剑门通常现在都是拿来干嘛用的？婚礼用的。现在竟然有人想到说把它用到迎接国民党党主席访美，那真的是高规格。用登山杖。对，用登山杖，当然，不是真的剑。你知道上次在就是查资料的时候，很容易查到，就是说之前呢提供剑门服务的是国军英雄馆办婚宴的时候提供剑门服务，所以把它用在这个党主席访美这件事情，这个高规格，或者说意图要塑造高规格，这个看起来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样说？我就问一件事。韩国瑜当初访美的时候，请问韩国瑜韩流在的时候受不受欢迎？很受欢迎吧？当然。访美的时候，当时的那些华侨不够支持韩国瑜吗？很支持啊，热不热情？很热情啊。只是他们想到用最热情的接韩国瑜的方式，是拿国旗，然后顶多拿着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说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去接韩国瑜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接韩国瑜最热情的都是长那样，也是欢迎韩国瑜选总统可是你看。郑丽文的人气啦，他现在理论上跟韩国瑜还是有一段落差，虽然看起来热，但是呢，迎接他的这个规格已经到了用剑门的方式。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一个要告诉大家说，郑丽文去受到的待遇很不一样吗？这些以前朱立伦也没有，侯友宜也没有，韩国瑜也没有，只有郑丽文有而已吗？那味道是很浓厚的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私人飞机。这个也是要告诉你说，他跟过去的党主席去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当郑丽文去了，自己的本身演讲台词也告诉你说，他是因为这个，他如果没有因为这个政协会的关系的话，那他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他所受到的规格跟这次所铺陈出来的态势，跟他的演讲内容其实是对得起来的。他就是要营造出来一个，就是说我现在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党主席，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国民党党主席，而且我是一个背负期望的国民党党主席，更背负着北京跟习近平期望的国民党党主席。他把好几个符号其实同时加在自己身上呢，然后搭配他到美国那个场合去的时候呢，一起秀出来给大家看。所以他能不能接到川普，那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已经很成功把我刚刚以上讲几个意象，他把它铺陈出来、塑造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郑丽文这趟访美，他就是要。铺成一个虽然他在这个正式的大选中，在选举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选举基础实力比不上国民党的诸侯啦，但他要铺成一个面对这么多事情，我的高度呢，我要选总统这件事，我是够格的。他要把规格这件事情铺陈出来给大家看，所以郑丽文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各位去看非常有趣因为这礼拜国民党很特别我想说《华尔街日报》这一篇这个报道出来。讲到说，北京要把郑丽文当作是国民党在总统大选里面的旗手，写得这么直白。国民党理论上按照过去，我觉得换作是马英九当党主席的时候，也会想要发一个澄清吧，请《华尔街日报》做更正吧。就国民党正常的党主席会这样吧，或即使是江启臣都会发一篇出来说，《华尔街日报》这篇没有问过我，没有问过谁，这个声明发出来很正常吧？没有看到国民党这次针对《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内容等于是讲说，这个郑丽文是共产党习近平欢迎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角度呢，就这样一篇没有要发声明，但反而是针对，我看到那时候眼睛亮起来，反而是郑丽文自己演讲说，被媒体解读说，为了2028大选要做准备，反而是针对这个发了一篇国民党发了一篇声明出来说，没有要讲说谁是特别的。
总统候选人呐，这篇的郑主席讲这篇是要为总统大选做准备，但没有说候选人就是他，是但也没有说候选人不是他，对，但也没有说候选人不是他，所以这很有趣啊。因为前一天的华尔街没有说是卢或是韩，没有。前一天的华尔街，恭喜国民党生庆得人，百年难遇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郑丽文去的动作呢？我觉得他去的动作，你没有把他跟选总统联想在一起哦，我都觉得是怪怪的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面黄国昌我还是要讲一下，黄国昌那个动作也很像是在替自己的副总统的这个正当性在做铺排啦。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真的有人问过黄国昌啊，以后想要做什么？好，有一个长辈然后呢，黄国昌是在李远哲前面告诉他跟其他的几个长辈说，他未来的目标就是要选总统，所以黄国昌是有选总统的志愿的哦。然后他是在李远哲前面讲的哦，然后只是那细节就是什么要先选市长，先选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但是他是有表达过的哦，所以对黄国昌来讲，这是他最接近总统跟副总统这个职务的时候，所以当这个就是光晴姐抛出来一个说，傅昆萁有跟他讲过说他可以去搭档副总统的时候，这件事我是非常认真严肃以看的。所以你看郑丽文正在做的铺陈了他自己往总统路的方向，黄国昌这件也是啊。所以黄国昌在干什么事情？我跟各位讲，你就从2个角度看就好。黄国昌第一，在定义从太阳花学运以来的所谓的年轻人的运动是什么？所以他把他跟劳工结合在一起，跟什么结合在一起？他自己塑造了一段历史。那一段历史呢，把那一些他认为不应该列进去的人，自动把它排开掉。他重塑一段历史。第二个，这个说实话，你去看黄国昌在塑造从太阳花学运之后到现在才12年的时间，很多28岁、26岁以下的人，他真的对那段历史呢其实是不知道的。那更不用谈到2017的时候一例一休这件事情，那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塑造完这段历史，他给现在还在26岁以下这一些不知道的人给他看，这些人等到他要在选总统的时候，他差不多28岁、30岁左右。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他的重塑历史不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他真正的目的是形塑说他在面对比较年轻的人，他是有影响力的。然后而这个影响力是郑丽文没有的。所以这个论述方式，你有没有注意到？黄国昌现在讲的也是一样哦。郑丽文能够选赢，谁能够选赢？他是有功劳的。他有功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这些年轻人他有影响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从刚才讲说，你说《华尔街日报》那篇报道，张霞，郑丽文从军售的立场，然后包括你说出发以前讲第一岛链的事，然后接下来一路过来，这样所有的一切。然后你说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跟哈佛的那些学者啦之间，有媒体用所谓的灵魂拷问啊，什么类似这些，那到底郑丽文要把国民党带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如果真的要2028他领衔打这一仗，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首先郑丽文去了那些单位，对不对？像费正清中心、甘乃迪中心，基本上呢，他们都是过去时代的中国通，那个所集结的。那为什么要强调中国通呢？就是那些学者对过去从1949以来台海的关系，他们基本上是比较研究，或你去看他们的论文或什么的话，是比较收集的都是中国的资料。所以这些学者基本上，如果是说像你们民进党人去到了那种单位，一定被刁的。就好像国民党如果去哈德逊研究院，一定被刁的。所以能够郑丽文去到那边还被人家质疑，这代表着确确实实这个军售案，其实国民党这件事情，连那几个单位的人都觉得是需要好好讨论的。这代表着确确实实这个军售案，其实国民党这件事情，连那几个单位的人都觉得是需要好好讨论的。但是郑丽文呢不在乎这件事嘛，他说两岸不和平呢，不是美国就会得利，他是说两岸和平美国也会得利，他讲的还在这铺陈。可是这里面在讲一件郑丽文在铺陈一个什么事情，或整个台湾在铺陈，我就回到了是整个政协会前面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很特殊的信号。大家只是当做一般的专访，没有啊，那叫卢比欧。川普在之前没讲话，川普的空军1号里面，卢比欧是在飞机上，在川普见面之前讲了一个专访，他讲了一大堆什么，希望那个美国是希望是对话啊，是希望不要有冲突啊，不要片面改变现状。但是卢比欧讲了一个，其实是现在
国际上很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美国也没辙。克里米亚模式，克里米亚模式才是现在国际上最在思考的方法。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很多人讲什么北京模式，北京模式不可能在台湾发生啊，因为你不可能大军包围，然后我们还是军政府一个绥靖司令就决定投降，台湾已经不可能，所以北京模式其实在台湾永远不可能发生。但是为什么卢比欧特别提到克里米亚模式？川普为什么跟泽伦斯基讲？因为那个东西真的发生了，美国也没辙。你没看到川普跟泽伦斯基在整个谈的时候，俄乌之间，克里米亚2014那个美国没有。什么叫克里米亚模式？就是克里米亚呢，因为过去的状况，长期以来内部里面认同的严重分歧，认同的严重分歧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极度的对立，而这极度的对立呢，所以克里米亚当然这个在乌克兰里面叫做地方政权，可是地方政权不管是它的议会，不管是它的村镇或什么的，虽然也有类民主的选举，可是永远是在这样一个极度分歧，然后普丁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用了一些和平红利，而和平红利就是不管是天然气啊，不管是矿产啊，不管怎么样，特许的给特定的力量，就形成一个差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认同的分歧嘛，所以包含是不断的资讯战、不断的认知的一个说明、新闻的说明。所以最后呢，在一个比较亲俄的政权，在一个非常紧密的选举里面，突然得到胜利。得到胜利之后，迅雷不及掩耳，就发动了公投。而这种公投里面，因为长期以来内部的长期分歧，所以乌克兰的选民、中间选民，不要老是讲中间选民，经济乌克兰、知识乌克兰，久了以后就是不投票。所以那一场公投就过了，过了以后，然后当然这整个俄罗斯普丁就进去了。所以最后克里米亚到现在为止也没办法，那就回到台湾要成为完全的克里米亚模式，难度很高。因为至少当年的俄罗斯还有一些军队进驻在克里米亚，我们是没有的。可是，在长期的对抗与分歧，政治上让大家觉得内耗而疏离，所以你不要老讲中间选民。我们看我们的投票率越来越低，其实我们是不是会走向这个？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过来了。过去的时候，赖清德、蔡英文那时候有个电影叫《天选之人》，现在。可能很多人在觉得席选之人也不是没有机会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要郑丽文要领先打2028的话，他自己都讲嘛，2026胜选以后，然后接下来大家呢要去准备，然后2028这些，看起来所以2026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小平，你们2026，如果要是2026能够大赢，对郑丽文来讲的话，那有人直接形容说。如果万一他可以拿得下像高雄这些地方，那2028恐怕，如果你不让他选，大概都很难讲得过去了。但是国民党里面现在大家在忙着要选2026，你现在跟他已经讨论到2028，你要看一下卢秀燕在这过程当中，地方诸侯他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实力。韩国瑜毕竟是立法院长啊，这对国民党来讲好吗？2018是不是韩国瑜拿下了高雄？是。当时的主席是不是吴敦义？在创造空前的胜利吧，地方选举。然后在后台那故事可精彩啊。吴敦义的个性比较别扭，当时他的某些家人或重要幕僚，某些家人，你看你一讲某些家人，大家都有意见。然后呢，就是单数和复数，就怎么样呢？上台是不是要谢谢大家无限荣耀吧，带领国民党大胜，还怎样？现场宣布选。总统，对吧？2020总统，对。但吴敦义不改，他个性不是那样，他是很传统的国民党。那时候宣布下去，那情况又不太一样。当然那个时候他的民调是低的，但他声望可是高的，又站到制高点叫主席的位置嘛。宣布就宣布，这很多事情生米煮成熟饭就厉害嘛。对吧？我想局限大概我想这就是政治嘛。我就只是举他的例子，再回到郑丽文跟卢秀燕您的问题了哈。他去美国有没有加分？有，他创造一个历史。坐飞机吗？不是飞机的小事情不是飞机。又见习近平还可以访美
对不对？而且那个听说那个400个位置哈，座无虚席，比买演唱会的票还难呢，好不好？说45席本来45桌，后来报到60桌，说门口还有大家项羽的，然后站着希望能挤进去的。而且演讲的38分钟当中，然后3不5时，很多人起立鼓掌，好不好？这个厉害。而且讲了什么郑丽文加油，国民党加油，国民党万岁。什么叫国民党万岁？就是我们要重返执政嘛，打败民进党，对不对？2028拿回来，对不对？就是什么年代了还在讲万岁，你还沾沾自喜？我说他们，我是描述他们那些他们的心里600个人，好不好？不是我是描述那个场景，我表述场景是很热烈的。那郑丽文是很红的，这个很重要嘛。他去了没人鼓掌，不就倒了吗？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讲的是啊，当然郑丽文呢也是很有脑筋的。郑丽文是不是当然比较和中嘛？但你看哦，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人做民调，但已经在侵蚀部分韩国瑜深蓝教主的一些最右边的派的票了。但是他有任何能够开拓到其他地方的选票吗？中间目前看不到嘛。那卢秀燕中间很多，但卢秀燕的深蓝比较少，加上卢秀燕她的台中的市长任期总有在今年12月25号就结束，而且没有拿下的党主席，而主席是在郑丽文手上，所以变成这种三角关系，你一定要把它的优点缺点要描述，你才能判断接下来怎么走嘛。好，那郑丽文会不会继续仰望郑丽文？然后回到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这3个人都要选总统，对不对？对吧？那请问你谁决定选总统？国民党初选游戏规则吧，对吧？游戏规则有很多种。谁决定游戏规则？目前的规定是，那就是全民调，15%党内互比，85%对赖清德的对比嘛。对，目前那可是如果这个是这个是会让中间温和的人。选卢秀燕的机会大一些嘛，韩国瑜机会大一些，那可不可以中常会鼓掌通过？就提名了。改规则不可不可以？不，我中常会鼓掌通过提名啊，或怎么样？或规则我不知我看怎么走嘛。改规则从来不是新闻嘛，看怎么走嘛。当然，我是福音，回到我们既有的总统提名办法，就是全民调，15%党内对比，85%对赖清德的党内互比跟85%对赖清德的对比。那因为这个比较符合民意，对不对？民调就等于民意嘛。你对吧？你不可能2300万人支持国民党的600万、700万都去签名啊，联署不可能，又不是民主党、共和党那样选前登记啊，你就变成候选人干嘛？参议员啊，总统。所以要看这个接下来形势也会变，再看中常会挺郑丽文到多深，再看郑丽文的声望拉多少，再看国民党游戏规则怎么走，这个事情要这样子方方面面去分析的。我的看法这样子的。不，俊杰，对你们来说，听到刚那一系列的描述会开心吧？皆甚恐惧。这个唯一支持郑丽文，你没讲这句。因为郑丽文，他自从见了习近平，我就觉得他当然很嗨了啊，嗨到现在。现在去美国，其实重点不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访美这种台湾政治人物去访问美国，最重要的都是在闭门会议里面，可以见到什么人，谈到什么事情。那其实你说美方对郑丽文有没有什么言行拷问呢？灵魂拷问，言行拷问，炮落了，眼睛拷他。这国民党也会挑去哪个单位了？这不可能说完全就放任他。所以那个不算拷问啊。如果随便问我的问题，就会提郑丽文曾说过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共中国军舰绕行台湾是合法行使主权，保护台湾。请问你郑丽文还这么主张吗？我就问这种问题嘛。或者说郑丽文曾说，台湾花钱国防预算军购花钱是替美国人打仗，台湾不要做美国人的傀儡。你的主张有没有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你问到重点嘛。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同乐会啦。那郑丽文会不会想选总统？当然会啊。做到国民党党主席还不想选总统，这个叫没出息。郑丽文会不会想选总统？当然会啊。
做到国民党党主席还不想选总统，这个叫没出息。所以这不是王世坚，我想到王世坚，然后这个绝对会想选总统。美国回来以后，曾立文可能就安排去访问日本了，访问新加坡了。那你再注意看，他去访美，基本上他就是不理你党内，他知道他不受到党内这些巨头啊，国民党大佬们的肯定和祝福。那我管你啊，党内机器在我曾立文手里，他就走他的路嘛。他现在做的就是冲高他的知名度了，声望。好，那我跳过你们这些党内的各山头派系，反正他也搞不定。哦，那这样他这样的造的势，就是由下而上。你看曾立文这样一次去，有没有霸占了这几天国民党所有人的焦点？国民党其他政治人物都比不上。那他回来以后，曾立文的野心会更大。因为那些老侨对他那个欢迎啊，那曾立文一定会去问，会去看嘛，有没有赢过卢秀燕？大赢大赢，就那个声势跟那个现场的所有状况。所以2028，卢秀燕就算要跟曾立文争，你不是对手了啊！卢秀燕不是曾立文对手了。如果按照刚刚小平讲的。就是你们的规则嘛，哈，除非改为好，我补一句就好了，就是正常就是特别条例就是全民调嘛，哈，那可是也可以中常会另定办法之，哈。小平，你们想太复杂了，到卢秀燕根本就会最后就偃兵息鼓，就不选，就只有一个候选人，然后韩国瑜呢会继续在立法院，蒋万安就准备当那个马英九2.0，好不好？所以你们生气。据我了解，卢秀燕的，我不要讲谁跟我讲好不好？卢秀燕的企图心很畅旺，他选不下去啊。企图心跟你的实力这个要能够相当才行啊。卢秀燕的企图心，如果真的有的话，他就会选党主席。今天为什么有郑丽文？就你卢秀燕栽培出来的嘛。如果你卢秀燕当时选党主席，就没有今天这些事。那如果国民党因为郑丽文的领导出了什么事？第一个，国民党更红了啦，红统的红啦。曾立文自己讲的，他今天能够到美国，是因为他见了习近平。国民党的党主席党纲有反共、反对共产主义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认为他今天的行情是因为见过习近平。那你又亲共舔共，不更要趴在地上？而且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谈的，他跟美方谈的都是干嘛？跟那些侨胞、那些老侨谈的。都是2028拿回政权，所以他掌声特别大。那如果曾立文对2028没有想象、没有企图，那他怎么会？他就不会用这样子嘛？他应该要先鼓励侨胞，请大家出钱出力，2026要回来投票，支持国民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完全没有。曾立文只讲2028嘛，而且听说他非常受到。更受欢迎。那曾立文都表示他对2028，你说他没有企图心，一定有野望了。你说，刚小平说了，卢秀燕有企图心，对不对？曾立文企图心更强，强过100倍啊。那么我们反过来讲啊，那面对曾立文这种对手，民进党千万要小心啊。曾立文这个，他就不按牌理出牌的对手如果是很难你拿捏的，什么都敢的。曾立文这种个性，这种一路从政以来的路线，风格非常像黄国昌。曾立文以前是台独的人，以前要打倒国民党，跟黄国昌像不像？对不对？所以这种人都可以为了他往上爬，那谁都可以出卖，甚至出卖自己的立场。那这种人可不可怕？所以民进党还是不能当笑话看。讲到曾立文要选党主席，你们大家都会偷笑，我心情是很严肃，戒慎恐惧。OK。但是都好，如果国民党2026不要讲说那个席次什么，光一个地方先看，大家现在在看说高雄，国民党有没有机会
因为最近出来的一份民调是好像伯仲之间，差0.6，差0.6。大家现在再往下去看那个民调的内容，然后包括你说不管是那个抽查的样本数啦，所有这些，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民调出来，对郑丽文会不会觉得说，那高雄如果我都拿下来？就刚刚小平讲的，2018年韩国瑜拿下高雄，理论上应该是吴敦义声势大涨啊。对啊，所以如果要是今年高雄对民进党来说，如果有闪失，当然是大输。当然啊。可是对他来讲，只要拿下这个，那郑丽文顺理成章2028啦。对，但是所以郑丽文的命比当年的吴敦义好。当年呢，这个韩国瑜卷起了韩流，拿下高雄之后，就顺势选总统。柯志恩如果拿下高雄，柯志恩不会顺势选总统。所以郑丽文呢当仁不让，所以对国民党生庆得人100年难遇的机遇啊！国民党真的太厉害了，积德啊，真的积德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民调，这是国民党候选人参选人柯志恩委托 TVBS 民调中心所做的民调，只看结果就好了，差0.6，0.6是大巨战。换句话说，如果在高雄柯志恩只输这个赖瑞隆0.6，其实就已经赢了。我跟你讲，柯志恩如果这个时候只输赖瑞隆0.6，为什么我说一定赢？因为马英九的事情最近在做民调的时候蓝军的人是躲起来，是躲起来的，躲起来都还赢你0.6，只输你0.6，就表示我已经赢你了嘛。那至于你要不要去怀疑？这个委托做的好或不好，精不精准，有没有什么奇怪、特殊的加权？技术性问题我们就不在这边不谈。那国民党的支持者最近士气很低嘛，被马英九的事情嘛，被萧旭成他们这些事情嘛，看到这个民调军心大振有机会投票率会提高所以你知道吗？这份民调贡献很大呀。你不要去在乎说它是真的假的，这个数据可不可靠，那不重要。在此时此刻丢出来，又这个委托 TVBS 民调中心，这就够了，因为还有6个月才投票嘛，6个月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好，那你合在一起看，你就会知道说，那如果柯志恩真的拿到高雄的时候，柯志恩不是韩国瑜，卢秀燕已经失去了那个制高点。蒋万安很清楚，就是马英九2.0，他一定会拼连任，可以连任就等2032，因为新旧交接是最好选的。韩国瑜还要再出来选嘛？他已经选过一次了，不小心要换取那个2019年的那一段记忆。郑丽文，你以为他真的没有机会？卢秀燕真的会选到底？卢秀燕在党主席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定，那是个性，不是他的实力。卢秀燕在党主席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定，那是个性，不是他的实力。同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有。侯友宜在2022年那场选举里面，大家都知道他会连任。很多他的朋友都跟他讲要准备。第一件考虑的就是什么？其实当时考虑第一个要不要选连任因为有一个国民党有一个直辖市长魔咒啦，只要当了直辖市长选总统了，没贵啊。朱立伦一次，韩国瑜一次，还有一个是，你如果要选连任，那党主席你怎么办？国民党还有一个叫党主席魔咒，虽然党主席后来都没有选，但是党主席都把那个总统初选搞得非常精彩，可以让我们基本上图利上一夫，图利我们在座大多数的人。小平不是图利你，因为你是党员，让我们可以讲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然后2次都有郭台铭，这才厉害，好不好？这样子100年没有这种政党太英明了。一个郭台铭可以玩2次，不同的党主席，所以国民党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呢？所以这个郑丽文的2028指日可待，好不好？那卢秀燕呢，就不用想太多，
以他的个性优柔寡断，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所以搞不好下一次连初选都没有。可是好，你说高雄这一仗当然也是还未定之天。那绿营总是在南台湾感觉就是比较占优势。那当然这份民调，那其他有一些的民调，赖瑞勇还是有明显的一些差距的部分。没有，这个民调他的新闻稿有写，他说受蓝营委托。后来有拿掉，后来又出来。那赶快要把这句话拿掉。对，所以这个应该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拿掉。对，委托就委托嘛。对，那如果你做了民调，你认为有信心的话，所以这份民调，所以我是高度质疑了。OK， 但尚公，如果这样讲，2026其他地方好，譬如说。最近不是有一则报道，是国民党党务人士，然后跟媒体在讲说，从台湾头到台中都没问题，那意思就是从彰化以南看起来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彰化如果有什么闪失；第二个，嘉义市，因为嘉义市怎么样都是白银在选嘛，可是蓝白合。宜兰这一块到目前为止的一些的民调是对绿营有利，更重要一个是新北。新北万一有闪失，郑丽文能够跨得过2026到2028吗？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一仗大概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尤其像新北、彰化这些地方，如果要是连新北都丢，哪一个党主席还能够继续往下走？新北丢了就不用谈了，就好像民进党高雄丢了嘛，对不对？就很惨。人家丢了高雄还赢呢，好，就很惨嘛。好，那当然，你说2026、2028。那2026大家都说没有2026就没有2028哈，最近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讲的越多，你就知道大家越担心郑丽文因为郑丽文如果要选2028，人家是百年难遇的。好，对，这我知道，这个是赵少康的称誉哈，称赞那个郑丽文。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要想象一件事，就2026现在还没投票嘛。如果大家认定郑丽文要选2028，如果认定，那地方上面包括立委里面都有危机感，说郑丽文选我们会惨了。好，那2026不要说新北丢了一个彰化，大家都想要他下台，因为如果真的不让你下台，你选2028，立委好过吗？问一下。全代会可以罢免党主席吗？不行，没有罢免机制，没有罢免的机制，没有罢免机制，人家不辞职你要怎么办？没有罢免机制。但是呢，从之前吴敦义、朱立伦每次开全代会，党内都会传出一种声音，修党章列主席罢免条款，但是从来没有提出来过，对，从来没有提出来过。那你说郑丽文未来会不会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呢？其实你最终还是看初选机制，最终还是看初选机制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韩国瑜最近也要去美国嘛，去美国嘛，他之前还去了英法嘛，戴朝野立委去英法嘛，现在要去美国，他去美国谁邀的？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嘛，然后你看3月卢秀燕去美国的时候，那个 AIT 执行理事蓝英来邀请嘛，郑丽文谁请的？他不是说他自己要去的吗？他一开始不是说先中后美等等吗？那谁邀请他？当然，古立言礼貌性去拜会他的时候是跟他说过啊，有机会可以到美国走走，但是这算不算正式邀请？这好像不太算吧，都见面场面话嘛，所以你觉得美国其实，国民党内现阶段就2026很多地方上的派系都在选举中，都没有吭声，好，那2026选完会不会吭声？它是一个问号哦，它是一个问号。如果大家都很担心郑丽文的话。我想彰化丢，光彰化丢了，大概就会有很多人，开始要逼宫。但是你注意看郑丽文在美国的讲话，2026选完就要准备2028，意思他不会迟就管你选的好或坏，
他有说胜选哦，他是说他回来要准备2028呢，意思告诉你2026过去了，我还是党主席哦，不然你选什么2028？你要弄什么2028？所以现在国民党比较担忧的是，但是大家又不能讲，所以你当大家都在说，大家都在谈郑丽文会不会选2028的时候，当党内有一片声音都说没有2026不要谈2028，没有2026不要谈2028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想象大家对郑丽文的恐惧。其实你要倒过来看，人家都有私人飞机了，你还在恐惧什么？私人飞机是美国的，那个郭台铭也有私人飞机，2次都没得选了，他还是坐别人的私人飞机，人家郭台铭是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所以你党内里面的氛围哦，其实大家都说现在都没有人挑战郑丽文嘛，其实不要这样看哦，其实不要这样看，只要大家都说没有2026，就没有2028，我们要先度过2026的时候，其实这种声音越多，就表示大家越担心郑丽文哦，越担心郑丽文哦，所以2026彰化丢了，然后郑丽文不下台，然后大家都认定他要选2028的时候，我跟你讲，那还有得看哦。彰化会丢了，都是因为朱立伦当时没搞好啊。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党内已经开始放风声了。之前放的风声，朱立伦，你为什么规划为什么规划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他们家里的问题？写一封啊，然后就说治理平台，7县市治理平台，现在彰化县的提名卢秀燕，你现在在干什么？然后党内高层我在想半天。这干卢秀燕什么事？但卢秀燕也被扯出来啊！党内高层我在想半天，这干卢秀燕什么事？但卢秀燕也被扯出来啊！然后卢秀燕一句话都不敢反驳，他就是已经在卸责了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上公讲，你不知道往后会不会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就是没有2026，没有2028，那个是倒过来看，然后只是为了要防着郑丽文，然后如果2026有什么闪失不下来，是这样吗？那显然新北很重要。亲王可不可以很简单告诉大家，为什么最近大家在炒川博的那个房子，什么头期款啊，所有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炒那么久？对，这个好像总统大选遇到房市的时候，这个频率特别的高，尤其这几次哦，侯友宜的部分也遇到，然后之前朱立伦、王如玄的时候也遇到，那这一次呢，这个县市长大选的时候，看起来这个新北这是李四川应该也是提到房市的事情。那李四川听到房市的事情，我这样说，我觉得他的本案呢，李四川其实面对的情况呢，相对上应该是没有之前那么复杂，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能把它处理成危机啊，这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啊。这样讲哈，第一个，这个李四川呢，这个被大家这个拿出来，就是有个媒体说李四川买的房子，明明你买的房子是4677万，然后你银行的部分呢，看起来你的贷款贷了3700万，中间有977万的差额。那977万的差额，你的房子在2013年购买的，那请问2013年你购买了那个房子，那你977万的差额，这中间你应该拿出977万的现金嘛？那可是从你的这个2011年跟2013年的财产申报看起来，你账上现金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你的相关的这个资金也没有什么变化，怎么会到最后你突然可以生出一笔977万出来？就你现金部位看起来差不多，你存款看起来也差不多，为什么你有一笔977万这么大笔钱？然后呢，那请问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买这间房子你是怎么买的？那是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嘛？你977万从哪里来的嘛？结果你知道吗，五哥？那时候哈，我是上礼拜六对李四川问的第二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很有趣。李四川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说他买房子呢，他是在预售的时候买的，预售时候买，然后再加分期付款。结果你知道吗？他买的房子呢是三辉建设的房子，这个房子哈，因为他们三辉建设房子我看过好多间呐，这间房子早期他们有个特色叫做先建后售，也就是没有预售屋。所以呢，你看这是这个建商呢，他在2012年4月30号他房子完工之后拿出来卖。然后放在《工商时报》的一个像是业配的新闻啦，说他的房子先建后售，口碑很好。然后呢，还派了一个他的专案经理呢接受访问说，
商会建设之所以这么受到客户青睐，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从不推预售案，而是采取先建后售的销售模式，然后呢，让客户可以直接看到实品。那你就要问一件事呢，人家建商告诉你，我的房子都是先建后售，为什么李四川会说他房子是预售的时候买的，还说他是在房子没有完工的时候就进去看过？这个建商主打的是我的房子一定是完工后卖给客户，客户看的一定是实品屋，一定是现况点交哦。那你知道这件事有趣，在我上礼拜六提出来之后，只插句话，我不可以还在施工的时候就去看了。就你没有卖，但是他没有卖，他还没有开卖，你怎么来看？我私底下先去看啊。他还没有开卖，他还没有接待中心，但是但是对别人没有开卖啊。那你也可以私下去看。可是他的意思是说，李四川是说他是预售的时候买，而且他是1年分期付款，然后把钱付完。所以这就是让大家觉得比较奇怪的原因。然后就是因为我讲完了，然后我觉得李四川那边好像没有回应。那结果呢，这个四叉猫听我讲完之后，又跑去把这个判决书他拿出来了。这个判决书呢是这一栋啊，这一栋叫做三辉千惠的这个建案啦，等于是说住户住进去了之后呢，然后跟建商打官司啦，说有瑕疵啦。OK， 所以这个原告是住户，然后被告是建商。那建商这边的回应是说，他在法律上的这个主张是说，我的房子哦是在2012年4月30号完工，然后呢，我是在竣工之后陆续出售，我是成屋买卖而非预售屋买卖，所以呢，我们跟买受人啊，就是我们跟买方之间的关系都是依据现况点交，也就是现况我盖好是什么，我给你啊，你也确实也点交过了。那所以当李四川回答说，第一，他对于这个房他讲是预售屋；第二，他说是在1年之内他把分期付款把它付完；第三，他去说这个房子呢，他是在他完工前他就进去看过的，所以整件事情我发现李四川对很简单的事情可以说明清楚，可是他没有，他第一时间把他说这都是对手的抹黑，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危机处理方式很有问题啊。小平，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新北这场选战，因为感觉上新北现在也是打得跟麻花一样。对，然后这时候有人就讲说，那双北一定一起打。那李四川又本来是蒋万安的副市长，所以蒋万安一定会想办法要把李四川往上拉。对，只是像这些议题，房子的事情，蒋万安当然也不会去讲，对，也不会去解释这些。那要怎么样往上拉？李四川也够强，所以本身是一只大公鸡。那还有2只大母鸡，蒋万安跟侯友宜。也不会去解释这些，那要怎么样往上拉？李四川也够强，所以本身是一只大公鸡。那还有2只大母鸡，蒋万安跟侯友宜，好不好？那当然，它里面有几个系统啊，侯友宜的系统、辅选，李四川自己的系统跟朱立伦的系统，然后谁来强势整合一下？我觉得这个整个选战步调是重要的。可是他那个要不要？因为总不能让媒体上面一直不断的在讲这件事。所以他们打是由浅而深。苏小慧的阵营绿营去打李四川，第一个我打你的家人，就弟弟啊，是不是流氓啊，干嘛环保蟑螂？第二个我就打你，打你就是你买房子干嘛？那再来会打他所有的副县长跟这个副市长里面签了什么公文，那跟建商什么连结，然后那所有都市计划会一条一条都会被拿出来检验，所以李四川就要提高警觉哈。那再回到蒋万安呢，当然期望双北能够连线嘛哈。所以那民进党有没有看得懂蒋万安对于李四川是有拉抬的功效？他也看懂了，所以沈伯洋跟所有的议员跟所有这次最近的政论跟这几个炮手，中央住房定的，不管是简书培啊，不管是这些民进党的议员哈，就打他，因为他没有什么缺点，就打他说啊，你就是 AI 还因为 AI 后面是影武者，就打这个。都企图能够伤害到，就是把他打成笨笨的啦，把蒋万安这样子啊。OK， 来，建委来最后30秒，对蒋万安这个刚小平直接讲，你们的策略是要把他打成笨笨的，是这个意思吗？蒋万安就是马英九啊，很像吗？你不觉得？那你说他笨，也不是说我们形容的那种笨，他就是不会处理事情，无能。就你看啊。不是有一个什么英伟吗？原来讲话如果英伟打字打慢了，讲话会停顿，因为前面的平板字还没有写出来啊。英伟那时候可能抓一下痒啊，打个喷嚏，打字打慢一点，
你蒋万安都要 A 告。所以网友有一句话叫做"因为不答就变百慕达"。台北市一只老鼠，对，也不会处理。我比较好奇，谁是蒋万安的金辅聪？就是说不是坏人，可是你就不适合当市长嘛，因为行政那么烦啊，你都没这个能力嘛。那我觉得新北市倒是未来最重要的战区。你说那个第一个啊，2个候选人的信心，团队的士气，刚好一消一长，苏巧慧快速的拉上来，李四川一直跌下来，李四川从正式被提名参选到新北市长，请问国民党这些议员候选人或地方的国民党人，你看到会想象到李四川会是今天这样子的战斗力吗？当时是期待，哇，这个民调超高啊，这过来的话。这民进党随便那捏2下子给我逮死，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啊！他反而猜测谁可能选新北市长，那时候他民调最高峰。等正式提名李四川开始往下掉。这种人接下来怎么选？会越选越差哦。然后刚刚小平讲的那3块，一个蒋万安现在要抓老鼠，他不能过来。第二个，朱立伦在新北市还有影响力吗？朱立伦当市长是2010年他当18年嘛，他已经离开新北市那么久时间哦，而且他离开新北市以后就开始很不顺利。好，再来看侯友宜，他会喜欢李四川吗？这我不是国民党人，但我很怀疑啦，因为侯友宜原本是希望他的副市长刘慧兰来接嘛，因为李四川对他照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去观察的是李四川现在身边侯友宜的最亲近的人有没有在李四川的辅选团队？这个才是观察的重点。OK，未来这场选战，对新北那一定是重中之重。那台北呢？那传统上面大家一定目光焦点一定会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双北通常都会一起打。那未来这场选战2026，而且这场选战双北的结果会不会牵动到2028国民党的候选人到底是谁可以浮上台面？那未来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妹妹，我们下周见，拜拜。